美国国会日前举行了一场涉疆听证会，邀请所谓幸存者作证。对此，中国外交部周五强调，这样的听证会毫无客观公正可言，只会是一场拙劣的反华表演。而值得警惕的是，美方炒作涉疆涉港等议题，并不断怂恿盟友对抗中国，加上欧洲主要国家民粹主义情绪上升，已经让中欧经贸关系面临更多不确定性。美国国会众议院外委会日前以视频方式举行了题为针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暴行的听证会，所谓的幸存者和美国学者等出席并且作证。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五强调，新疆问题不是民族、宗教和人权问题，而是反恐反分裂问题。美国国会众议院外委会在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以所谓针对新疆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暴行为题举行听证会，是刻意搞有罪推定，对中国内政进行赤裸裸的干涉。出席听证会的证人，要么是疆独分裂分子，要么是满嘴谎言、多次被揭露发表自相矛盾说辞的所谓幸存者，要么是对中方的治疆政策充满偏见的人。这样的听证会毫无客观公正可言，只会是一场拙劣的反华表演。汪文斌表示，为了帮助美方人士了解新疆的真实情况，中国驻美使馆在5月6号举行了“新疆是个好地方”视频会。新疆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参加过教培中心学习项目的学员等当地群众亲身讲述当地生产生活情况，并同美方与会人士对话交流。在此之前，中方广泛邀请了美国会议员和助手参加视频会，他们平日口口声声关心新疆的人权，但却几乎无人出席。这充分暴露出有关美方人士在涉疆问题上的虚伪和别有用心，不敢面对最了解当地情况的新疆当地政府官员和群众，只愿相信少数机构和个别人捏造的抹黑、攻击新疆人权状况的谎言。近日，联合国前高级人权专家、古巴裔美国人扎亚斯和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法名誉教授法尔克联合发表题为《对终极犯罪种族灭绝的反思》的文章，指出美涉疆种族灭绝指控由意识形态驱动，没有证据支持，美国是在散布谎言和煽动性言论，挑动地缘政治对立。文章称，美对新疆种族灭绝指控毫无依据，是意识形态驱动下最不负责、最恶劣的例子，是鲁莽的地缘政治行动。相比蓬佩奥和美国务院，中国完全能掌握更加充分的证据，指控美国对美洲原住民、纳瓦霍人和其他许多部落国家进行持续的种族灭绝。美国突然关注新疆维吾尔族人的命运，并非出于同情心或保护人权，而是由最愤世嫉俗的地缘政治动机所驱使。文章表示，如果种族屠杀概念提出者拉斐尔·莱姆辛得知种族灭绝罪名被用来残酷地宣扬中国恐惧症，他在九泉之下将不得安息。值得警惕的是，美方除了自身不断炒作涉疆涉港等议题，还不断拉拢盟友针对中国，这也让中欧经贸关系面临更多不确定性。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周二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由于欧盟与中国互相制裁后，双方外交关系恶化，欧盟委员会争取批准中欧投资协定的行动实际上已暂停。不过，欧盟随后紧急发表声明说，舆论对东布罗夫斯基斯的解读不够准确。新加坡联合早报的分析称，中欧投资协定完成谈判时，已有不少分析预计，美国将在拜登总统上任后设法阻止中欧完成协定的签署。随着美国加大力度说服盟友联手对抗中国，欧盟在对华问题上的态度也日趋强硬。欧盟还在主动增加中欧间市场壁垒。欧盟委员会周三提出动议，阻止外国企业，尤其是中国企业进入欧洲市场，收购欧洲企业或参与公共招标。此外，欧盟周三还公布计划，拟在原物料、原料药和半导体等6个战略领域减少对中国和其他外国供应商的依赖。这个百年未久大变局啊，欧盟实际上也深切地感受到，尤其在中国问题上呢，它实际上很矛盾、很焦虑。一方面呢，这个疫情呢暴露了这个欧盟很多的对中国的依赖。这几年呢，我们对于澳大利亚进行了一些反制，那么他们现在担心中国会不会也对欧洲这样的一些反制过于依赖于中国，可能太危险了。所以他们现在要把全球供应链呢，要这个缩短，要分散要回归了本土美国也在捣鼓希望给中国所谓的脱钩去中国化全球供应链。当然，欧洲主要国家像德国，他认为完全去中国化是不可能，但是呢，分散化，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这个是他们现在琢磨的事情。欧盟内部一些人试图对华强硬的同时，德国总理默克尔周三在德国联盟党联邦议院党团的视频会议上说，欧中投资协定虽然在批准过程中会遇到一些困难，但这是一个重要的承诺，欧中双方将因此互利互惠。默克尔说，中国的发展繁荣符合德国的利益，无论是气候变化、有关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还是其他国际问题，缺少中国或与中国对抗，我们都将无法解决。中国承诺的气候保护目标包括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和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都是鼓励多边主义的积极信号。2020年12月30号，中欧双方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作为2020年下半年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及默克尔本人为此在欧盟内部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澳门日报的分析称，随着默克尔即将卸任，让原先就对此协定有疑虑的声浪扩大。另外，美国总统拜登6月将访问欧洲，这个时机点放出暂停风声，算是欧盟给拜登的大礼。接下来，欧盟将根据美国的做法来决定协定是否永久终止，也盼借此换取欧美贸易协议。文章称，协定若搁浅，必然影响中欧关系，但协定通过也不代表能解决中欧所有问题。欧盟如果能够跟中国达成批准中欧投资协定的话，欧盟的真正的战略自主真正意义上在多极化里世界里重要一级的地位就确定下来了，所以它是非常需要这个协议的。所以我觉得他现在说终止批准，那完全是一个是方面对美国有所交代，因为美国都巴不得你不批准还有呢对这个因为制裁欧洲议会还有欧洲国内一些反华的一些声音也是一个交代。但是我觉得在下半年他在最终争取他批准，最迟明年上半年法国作为轮值主席国的时候推动他批准，我觉得是非常有希望的。在拜登上台后，美方急于修复美欧关系，重组跨大西洋联盟，实际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七国集团外长会周三在英国伦敦落幕，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一边寻求和中国合作，一边又强调所谓的国际规则，对俄罗斯、中国肆意抹黑。有评论称，这是冷战以来最具意识形态色彩的这些会议，西方国家急不可耐地展示自己的时代并未结束。不过，英国金融时报就指出，在对中国的政策上，并非所有欧洲国家都与美国的立场一致，特别是德国。美国经济学教授哈伊里图尔克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了美英企图借机其扩大反华阵营的目的难以实现。为了更好地拉紧同盟缰绳，美国也在拿捏分寸。这从布林肯日前接受采访时强调无意遏制中国，中美不能用冷战来界定中可见一斑。有分析称，美国一心想推进大国竞争的战略目标，但他也知道盟国不乐意且做不到与中国完全对立。美国呢，真正是个霸权国家，而且美国是个非常宗教性的国家，它绝对不能容忍中国的崛起，不管你以什么方式的崛起，和平不和平，对它无所谓。但是欧洲呢，更多强调是中国呢，是崛起呢要符合它的这种法治，符合它的一些规范。对于中国要在世界上做大，它没有像美国这么穷追不舍的反对，这一点是我们一定要分清楚的。而且欧盟它不是非常宗教性的，而且它是个多边的，所以呢，应该讲呢，对外战略的博弈的重点，对我们来讲就是要争取欧洲。